绝世唐门51集，穆老交代后事，霍雨浩被交换去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学习。随着7人来到海神阁内，贝贝和菜头、徐三石、江楠楠、潇潇、霍雨浩、王东7人静静站立。穆老躺在躺椅上，生命力似乎已走到尽头。玄老和其他海神阁宿老们也在场，他们面对着穆老即将离去的事实，心情沉重。海神阁外，67名内院弟子静静盘膝而坐，其中张乐轩作为内院首席弟子，感情深厚，对穆老的离去感到非常悲伤。戴耀恒作为内院弟子，对张乐轩有着极高的崇敬和憧憬，但他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超越他了。穆老在海神阁内睁开双眼，他的目光清澈，一一看过七怪，尤其是霍雨浩，停留时间最长。霍雨浩和王东都泣不成声，他们对穆老的离去感到无比悲痛。穆老虽然生命力将尽，但他仍然保持着一份从容和慈祥。他温和地安抚着他们，让他们不要哭，展现出了一位长者对后辈的关爱和守护者对学院的责任感。在穆老的安排下，玄老将继任海神阁阁主，承担起守护史莱克学院的重任。穆老对玄老充满信任，同时也提醒他在遇事时需三思，并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如果本体宗再来挑衅，玄老在海神阁中足以应对。接着，穆老对严少哲和蔡妹儿做出指示，他给予严少哲10年时间来改变和提升，届时将通过一项考核来决定他是否继续担任院长。蔡妹儿则被委以重任，如果严少哲未能通过考核，他将接任院长职位。穆老也对仙灵儿和钱多多提出了期望，希望他们能够推动魂导系的发展，并预言了魂师与魂导器结合的未来趋势。他还特别提到了番禺，期望魂导系能在10年内出现一位9级魂导师。穆老最后下达了一道命令，要求史莱克学院全力发展魂导系，并促进武魂系与魂导系的结合。他宣布将史莱克城所有学院产业的1半收入用于魂导系，同时提出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如果魂导系能出一位10级魂导师，那么海神阁主之位将由其继承。在处理完宿老们的事务后，穆老转向史莱克7怪，特别是徐三石和江楠楠，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请求，希望他们加入唐门。穆老解释说，唐门曾盛极一时，对史莱克学院乃至整个斗罗大陆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言语中透露出对唐门的尊重和对唐三先祖的怀念，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史莱克学院传统的维护和对未来的深远考量。穆老话语中透露出对唐门衰落的痛心，以及对史莱克学院未来的期望。他希望新一代的史莱克7怪能够继承第一代的荣耀，加入唐门，帮助其重新崛起，成为影响大陆局势的顶级宗门。江楠楠和徐三石在穆老的期望下，坚定地表示愿意加入唐门，并承诺将共同努力重振唐门的辉煌。穆老对此感到欣慰，并表示将在冥冥之中注视着他们的成长和成功。对于贝贝，作为他的传人，穆老为他稳固了光明圣龙的血脉，并期望他能将独有的蓝电光明霸王龙武魂发扬光大。穆老展现了极限斗罗的力量，即使在生命即将终结之时，仍能完成血脉的稳固。随后，穆老对霍雨浩和王东也做出了指示和期望。他告诉霍雨浩，在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学习将对史莱克学院魂导系的未来至关重要，并告诫他在这段时间内不要轻易动用命运之眼。穆老还让霍雨浩帮助贝贝找回唐雅，并为阻挡日月帝国的崛起而努力。穆老对王东说道，他看到了王东身上的迷雾，看不透他的未来，但他相信王东的天赋，期望他能在内院好好修炼，等待霍雨浩的归来。最终，穆老在海神阁所有人的注视下，他的身体在金光中逐渐年轻化，最终化作一条散发着强烈金光的白龙，冲天而起，映照着整个史莱克学院和史莱克城。他以一种神奇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留下了对史莱克学院和弟子们的深深期望和祝福。穆老的离去给史莱克学院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力量不仅洗涤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身体，更凝练了他们的魂力。严少哲指导所有人盘膝坐下，凝神冥想，以接受穆老最后的礼物。霍雨浩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他冲出海神阁，向着天空中的白龙哭喊，尽管他的声音无法传出。白龙似乎注意到了他，但他的目光最终投向了南方星斗大森林的方向，并发出了一声震撼的龙吟。在星斗大森林的禁忌之地，强大的魂兽们被这股气息所吸引，其中帝天那位强大的存在被光明圣龙的气息所唤醒。他提醒帝天，在史莱克学院有连接到某个神秘地方的能力，告诫他在沉睡期间不要招惹学院。穆老最终化为漫天金色光点，从天而降，融入了霍雨浩的体内，使他昏迷过去。当霍雨浩醒来，他发现自己的魂力已经达到了40级的瓶颈，这是穆老给他的最后礼物。霍雨浩和王东在穆老离去的悲伤中，决定开始刻苦修炼，他们不能让穆老失望。霍雨浩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修炼中，他的努力程度近乎疯狂，没有去获取第4魂环，而是全身心投入到提升自己的实力上。这种状态下的霍雨浩进步速度虽然惊人，但也令所有人感到担忧。玄老注意到霍雨浩的状态后，决定介入，他强行将霍雨浩带到海神阁，并告诉他需要休息，不能继续这样修炼下去。
霍宇浩在极度的压力下，成功研制出了第一件6级魂导器，这显示了他在魂导器制作方面的天赋。然而，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却显得冷漠，像对待魂导器一样，不断的雕琢和苦修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玄老在海神阁中对霍宇浩采取了强制措施，让他服用安神药物，并安排番禺和菜头准备3天后的行程。他们将前往天魂帝国西疆的枫叶城，与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人进行交接，开始交换学员的计划。玄老对番禺和菜头强调了此次行程的重要性，提醒他们要低调行事，多观察、学习，少说话、行动。他特别指出，和菜头要在明德堂发挥自己的作用，吸引对方的注意力，为霍宇浩提供掩护。玄老相信，通过这次交换，双方都能够接触到一些核心知识。在玄老的安排下，番禺和菜头离开了，留下玄老独自照顾霍宇浩。玄老深知霍宇浩内心的脆弱，穆老的离世对他打击巨大。霍宇浩在玄老的开解下，似乎已经从穆老离世的悲痛中走了出来，他重新找回了自我，恢复了往日的清明和坚定。面对即将到来的分别，王东感到了深深的不舍和忧虑，他担心2年半的时间会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霍宇浩理解王东的担忧，他试图安慰王东，告诉他无论时间如何变迁，他们的兄弟情谊都不会改变。他们之间的武魂融合技是上天赐予的缘分，这份特殊的联系注定了他们的命运将会一直交织在一起。王东虽然心中不舍，但也明白霍宇浩前往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是为了更大的目标和使命。他知道霍宇浩在那里会学到很多东西，会接触到更广阔的世界，而他留在史莱克学院也能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并且监督孟红尘和笑红尘的动向。王东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他们彼此拥抱，表达着对对方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期待。霍宇浩的心中虽然也有对王东的牵挂，但他更清楚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他必须前往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去完成穆老的遗愿，为史莱克学院和唐门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霍宇浩希望能够学习到更多关于魂导器的知识，弥补史莱克学院在这方面的不足。他和菜头选择了不同的研究方向，霍宇浩专注于净体魂导器，而菜头则致力于定装魂导器的制作。在严少哲院长的带领下，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枫叶城。在这里，他们将与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学员进行交流学习。霍宇浩注意到了笑红尘和孟红尘兄妹，以及明德堂堂主静红尘的到来，这让他意识到这次交流的重要性和严肃性。严少哲和静红尘2位院长的交流充满了较量和试探，尽管表面上都保持着礼貌和微笑，但彼此心中都清楚对方的目的。2位院长的对话结束后，双方学院的学员进行了交换，霍宇浩和笑红尘之间的对视充满了敌意，而孟红尘对霍宇浩的态度则温和许多，这让霍宇浩感到困惑。在双方院长的再次交流后，严少哲展示了他的超级斗罗实力，以虚空漫步的方式离开，而静红尘则使用了一种先进的飞行魂导器。这种魂导器的外形类似蝉翼，柔软轻薄，能够承载多人飞行，而不需要消耗太多的魂力。霍宇浩和番禺对这种飞行魂导器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意识到史莱克学院魂导系与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在魂导器研究方面存在显著差距。静红尘透露，他们的目标是研究出能够使用普通金属制造的飞行魂导器，这将极大地改变大陆的交通和生活方式。在前往日月帝国首都日月城的途中，静红尘自豪地介绍名都，认为其超越了3国首都的总和。夜晚的明都灯火辉煌，建筑宏伟，街道宽阔。霍宇浩感受到了城市中魂力的微妙变化。番禺询问为何没有城墙，静红尘自信地表示明都不需要城墙，暗示了日月帝国的强大自信。在飞行过程中，霍宇浩注意到静红尘的飞行魂导器发出特殊频率的光芒，他凭借敏锐的精神立即下了这一规律。明都的面积之大让霍宇浩感到震撼，飞行了近1刻钟才到达城市边缘。静红尘带领众人到达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一个6边形的区域映入眼帘，面积广阔，这里是学院的所在地。他们在广场降落，静红尘将番禺带走，而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教导主任林嘉义负责接待史莱克学院的学员。林嘉义介绍了学院的安排，包括学习环境、明德堂的学习和考核机会，并发放了学生守则、学院地图和宿舍钥匙。他还提到了即将进行的身体测试，要求学员们交出身上的魂导器和金属物品，以确保测试的准确性。霍宇浩研究了学院的地图，发现学院面积巨大，分为教学区、宿舍区和占据大部分面积的试验区。明德堂在试验区中心，显得格外重要。学院的升级方式与魂导师等级挂钩，而非年龄。考核方式与史莱克学院不同。学员们被带领到体测室，林嘉义指导他们准备进行身体测试，强调了测试的安全性，并要求学员们收起魂导器，避免影响测试结果。霍宇浩注意到教学楼中的魂导器精巧且功能多样，与史莱克学院的设备有所不同。霍宇浩和菜头虽然充满好奇，但也都按照要求收起了自己的魂导器。叶小胜自告奋勇成为首位接受测试的学员，他的勇气赢得了霍宇浩的认同。
测试过程中，一道光束从头到脚扫描叶小胜，记录下他的身高、体重、身体强度等详细数据。测试结果显示，叶小胜的身体能力与其魂力等级相符，令他感到震惊。霍宇浩内心忧虑，担心自己的实力无法隐藏，但很快调整心态，决定面对挑战。和菜头在测试中表现出惊人的身体强度，达到了魂圣级别，让在场的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老师们惊叹不已，认为他是魂导师的理想人选。终于轮到霍宇浩，他深吸一口气，凝神准备接受测试。老师提醒他全身放松。霍宇浩决心不再低调，而是要展现出自己的实力。他利用自己的精神探测能力，记录下了魂导体侧移的完整结构和核心法阵，这对史莱克学院未来魂导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霍宇浩的精神力消耗巨大，但他成功的记忆了魂导体侧移的信息。在体侧移的测试中，霍宇浩的身体数据震惊了所有人，尤其是他的魂骨数量和身体素质，使得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老师们对他刮目相看。霍宇浩平静地接受了他们的惊讶，并以史莱克学院的校训结果为由回应，展现了自己的自信和学院的霸气。接下来是力量测试，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在这个项目上表现平平，因为他们更注重魂力的提升。然而，和菜头的出现改变了局面，他使用了自己的第二魂技力量增幅大雪茄，一举击出惊人的力量，几乎达到了力量魂导体侧移的最高标准，令在场的老师们震惊。霍宇浩最后一个进行力量测试，他心中权衡后决定不全力以赴，但也不做过多掩饰。他深吸一口气，以一种特殊的技巧击打力量魂导体侧移。霍宇浩在魂导体侧移上的表现令人震惊，尽管他只有14岁，但身体的各项指标已经达到了魂帝级别，尤其是他那3块魂骨更是让人难以置信。在力量测试中，霍宇浩展现了出色的力量控制技巧，虽然没有使用魂技，但凭借自身力量和唐门绝学的控鹤擒龙技巧，达到了55级的力量评价。反应力测试中，霍宇浩由于精力分散，只得到了一般的评价，而和菜头则展现了出色的反应能力，持续了5分钟，直到测试难度增大才结束。测试结束后，学员们被安排入住宿舍。霍宇浩在自己的房间内使用命运之眼确认没有监视设备后，立刻开始记录下今天所见到的魂导器的结构和核心法阵。靳红尘和林嘉毅讨论了史莱克学院学员的表现，特别关注了和菜头的力量和霍宇浩的身体素质。靳红尘只是要密切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尤其是霍宇浩，他被认为是穆老的关门弟子，身份神秘，潜力巨大。靳红尘对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信心十足，相信即使史莱克学院的学员在这里学习，也无法弥补双方在魂导器方面的差距，更不可能接触到日月帝国的核心秘密。他预言，未来20年内，斗罗大陆将会是日月帝国的天下。与此同时，霍宇浩在自己的房间内通过冥想恢复了精力，并利用自己的精神力记录下了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魂导器结构和核心法阵，这对史莱克学院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霍宇浩并不急于获取第4魂环，而是打算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专注于学习和提升自己的魂导器知识。在餐厅中，霍宇浩和菜头与番禺相遇，番禺鼓励他们把握学习机会，不必担心其他问题。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高效率给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很快收到了校服，并被通知在6年级教学楼集合。林嘉毅主任向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介绍了学习安排，包括由10位资深教师指导、试验区的开放以及明德堂的考核和观摩机会。他还强调了学院外的安全问题，并要求学员们在外出时必须请假和报备。最后，10位老师通过抽签的方式选择各自指导的学员。霍宇浩被一位年轻的老师选中，这位老师虽然年纪轻轻就已经是高级魂导师，但霍宇浩对他是否能够提供良好的指导持怀疑态度。尽管如此，霍宇浩还是决定跟随这位老师，希望能够学到有用的知识。